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前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关于谁是手套股、股价真正的敌人的影片。那么既然最近说了那么多关于手套股的影片，小编觉得是时候谈谈最近刚出业绩的疫苗概念股了，这样才公平。也顺便谈谈他们未来真的包装疫苗后的盈利。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相信说到马来西亚的疫苗股，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多法玛和法玛尼亚嘎吧，这两间都是凯里在国会里点名足够规模和设施来包装疫苗的公司。之后凯里也有澄清，不一定只限制这两家公司负责包装疫苗，但是以小编的个人观点，这两间公司的规模在马来西亚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包装疫苗的重任肯定离不开他们两家公司。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多法玛这家公司最新出炉的业绩。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33.8 个 m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下滑了 9.5 个 million， 也就是 6.6%。而总盈利方面也从上个季度的 14.7 个 million 下滑到了 14.1 个 million， 也就是4%。而收入下滑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私人医疗领域的需求量降低，因为当前私人医院和诊所正在面临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多法玛也在未来的展望中有提到，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未来的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现在的消费者消费的更加谨慎了，而且很多国家都进入了封锁状态，因此全球供应链也受到了打击。但是好消息就是多法玛也还是将会继续为政府医院提供医疗用品，直到2021年12月31日，这将会让公司有稳定的收入。此外，公司其他的资源也供应给了政府，应用于打击新冠肺炎，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因为大约 58% 的公司销售额都是来自于公共服务领域。对于这方面，多法玛相信在未来的发展是好的。那么整体来说，多法玛的公司财务与债务报表来看也算是健康的，每个季度的收入与盈利也算稳定， Gearing Ratio 资产负债率大概在 0.51 左右，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现金流在这个季度也增加了10个 million， 但是它并不是一家净现金公司哦。有些人肯定就会好奇，为什么小编我那么肯定政府一定会颁发疫苗包装的业务给多法玛呢？其实除了他们规模大之外，他们的背后股东是谁吧？那就是 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PNB。 由于小编我实在找不到这个机构的华语名，知道的观众可以在下面留言。简单来说，这个基金是一个 Bumiputra 的基金。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政府的话，他们的网站里有写到，他们的宗旨是为了 memperkayakan Bumiputra 而设立的。我们可以看到 PNB 基金和 EPF 公积金各占了多法玛的 46.4% 和 8.7% 的股份，所以你觉得有钱难道不会给自己人赚吗？好了，这种东西就不能说太多，我们来谈谈第二家疫苗概念公司法玛尼亚嘎。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刚出炉的业绩报告，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624.8 个 m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下滑了 23.7 个 million， 也就是 3.6%。 而总盈利方面也从上个季度的10个 million 下滑至了 1.4 个 million， 也就是下滑了 86%。 而这么惨淡的业绩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高盈利药物生产业务的收入比预期低，而且物流与配送的业务也受到了疫情的打击。我们可以从 CIMB 的研究报告中看到，法玛尼亚嘎的物流与配送业务比上个季度下降了 6.6%。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的特许业务需求有所下降，例如说一些政府医院会用到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但是在疫情期间，法玛尼亚嘎也有卖 PPE 和一些打击疫情需要的医疗物品，所以也帮助提升了他们一些的收入。而且物流与业配业务方面也有在减少营运成本来面对这次疫情的冲击。报告中也有解释到，在印尼的亏损大多来自于印尼政府的应收债款 Trade Receivable 所需的融资成本 Finance Cost 增加了。之后我们来看看公司的未来展望。我们可以看到法玛尼亚嘎正在扩充他们的清真疫苗项目，其中一项是跟一个
个叫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Private Limited 的印度公司一起开发的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PCV 疫苗。但是注意哦，这并不是新冠肺炎的疫苗，而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包装工作，公司计划将调整他们的小剂量注射装置的生产线，并探索与其他潜在合作伙伴的合作，以确保安全有效的提供疫苗来支持政府推崇的疫苗接种计划。此外，Pharmaniaga也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之后在打击新冠肺炎的工作上，他们可以用到他们的物流与配送业务，为卫生部提供很多医疗用品，比如说测试配件、test kit、PPE、实验室用品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司的债务情况。其实 Pharmaniaga 的 gearing ratio 是算蛮高的，根据去年的年报显示，他们的 gearing ratio 资产负债率高达 1.7， 而这个季度已经上升到2了，债务水平属于蛮高的，而且他们的盈利并没有像多法玛那么稳定，但是跟多法玛一样，他们后面都有政府做他们的干爹，所以债务什么的人民会帮你还，这一段就当笑话听就好了。那么从2019年的年报我们可以看到 Bosted Holding、 Lembaga Tabung Angkatan Tentera EPF 各占了 55.93%、 11.12% 和 1.98%， 总共占了公司的 69% 的股份。我知道很多人就会问了， Bosted 是政府的吗？如果不知道的，看看 Bosted 的妈妈，你们就知道了。 Bosted 的妈妈就是 LTAT Lembaga Tabung Angkatan Tentera。 好了，那么简单的说完两家公司的财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其实就算疫苗诞生了，这家公司负责包装，他们的盈利真的会像他们的股价一样升那么多吗？他们现在的上涨有根据基本面吗？首先我们来了解马来西亚接下来可能会引进的疫苗和大概生产的疫苗数量。那么在11月13号，国会决定参与由 WHO 所建立的 COVAX， 但是 COVAX 的疫苗远远不够卫生部的疫苗接种目标，因为 COVAX 预测只够 10% 的大马公民接种，而卫生部的计划是让 70% 的人民接种，以达到羊群效应的免疫，而可以优先接种的人会是前线人员、军警，之后就是老人和高风险群，然后才到成年人。所以政府也拨款了3个 billion 来对抗疫情，这也包括和中国签署的优先购买中国疫苗的协议，以达到卫生部 70% 的标准。那么关键来了，这些疫苗包装工作到底会为这两家公司带来多大的盈利呢？ CIMB 在7月22日做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分析到，如果假设包装一罐疫苗需要的成本大约是 0.59美金，也就是马币2令吉50仙。这个报告他们给出了3个情况，这里我们就拿他们最好的情况来说就好了。他们预测这两间公司将生产120 million 剂的疫苗，而马来西亚人口也只有大概31 million，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打上4支疫苗。然后他们假设包装疫苗的毛利率是 8%， 这样来算的话，根据他们的报告， Pharmaniaga 分别只能从中得到 15.7 个 million 的盈利，也就是大概年度盈利多了 20% 而已。到这里我知道肯定很多人会说，不可能成本那么便宜，而且利润那么低吧？小编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但是他们最好的预测已经把生产量放大4倍了，所以小编觉得这份报告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而且我国的疫苗不像我国的手套是供应全世界的，我们的疫苗只会是足够给马来西亚的市场，所以 market 相对的小，所以股票有没有被高估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毕竟还要看市场情绪和后面的干爹们要不要推他们的股票一把。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这份完整的 CIMB 的研究报告，可以到我们 Telegram Group 里的 Pin Message 索取哦。希望你们也可以顺手帮我们这支影片点赞、订阅并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哦。之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你们的看法。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之前答应你们的公司分析还没出来？其实小编在等他们的最新季度报告出来后，就会做关于他们的影片哦。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